在一些关于远古文明的传说中，人类曾经建立过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比如利莫里亚和亚特兰蒂斯。这些文明在地表消失之后，并没有真正灭绝，而是转移到了地球深处，继续在一个被称为阿加森的隐藏世界中存在。传说中，阿加森是一个位于地球内部的巨大王国，并不是科学所说的那种炽热液态地核。在大多数版本的故事里，阿加森是一个高度发达、极其和平的文明，与地表人类完全隔绝。那里有水晶建造的城市、发光的能量系统，人们与自然和某种精神力量和谐共存。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即便只是象征意义，阿加森也不仅仅是一个地下世界，它更像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贪婪、没有自我的净土。在这个社会中，知识引导着一切生活。阿加森这个概念在西方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位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圣伊夫·达尔维德。他生活在19世纪末，对神秘学、政治以及精神思想非常感兴趣，也认为这个世界的运作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意义。在1886年，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印度在欧洲的使命》。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把阿加森的概念介绍给了西方世界。圣伊夫认为，阿加森是真实存在的，位于地球深处。很久以前，一些智慧而古老的人为了躲避灾难进入了那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被称为卡利时代的黑暗时期。根据他的说法，阿加森并没有被毁灭，它只是隐藏起来，等待着某个合适的时机重新出现。他还描述，这个社会由一位同时拥有智慧与绝对权力的领袖统治，整个社会遵循一种被称为共治体系的模式，也就是宗教、科学和政治三者协同运作，保持高度统一与和谐。在圣伊夫看来，这种体系远比他所看到的现代政府混乱要更加完善。而让他的说法更加离奇的是，他声称自己是如何了解到阿加森的。他表示自己曾跟随一位神秘人物学习，这个人名叫霍吉沙伦。圣伊夫把他描述为一位来自东方的高阶精神导师。他还说，通过这位导师的引导，以及通过一种他称为星体投射的方式，他能够直接进入那个隐藏的王国。他在书中写下这些内容时，语气非常笃定，细节也极其丰富，就好像他真的亲自去过那里一样。也许他真的去过。一开始，这本书并不是打算公开给大众的。圣伊夫据说销毁了几乎所有的手稿，只留下了极少数副本。有人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透露的太多了，但其中一份手稿最终保留了下来。1910年，在他去世之后，这本书被出版了，出版者是杰拉尔·安考斯。在神秘学圈子里，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帕普斯。从那一刻起，阿加森的传说开始迅速传播。不过，圣伊夫并不是第一个提到地下世界的人。在他之前，一位法国殖民官员路易·雅克里奥就曾写过一个叫阿斯加特的神秘王国。他声称，这个故事来源于古印度的手稿，但故事远不止于此。阿加森的传说并不是始于一本书，也不只属于某一个文化，它更像是一种跨越时代和文明不断重复出现的模式。早在阿加森这个名字在西方出现之前，古代文明就已经在描述地球之下的隐藏世界了。而更诡异的是，这些文化之间几乎没有接触，却给出了惊人相似的描述。我们先从东方说起，在佛教和印度教的宇宙观中，有一座神圣的山，叫做须弥山，也被称为苏弥卢或摩诃弥卢。这座山被认为位于宇宙的中心。古代文献中描述它是现实世界的一根巨大支柱。如果从东方看，它的山峰像水晶一样闪耀；从南方看，山峰呈现出青金石般的深蓝；从西方看，它像红宝石一样发光；从北方看，则闪耀着黄金般的光芒。它巨大到什么程度？传说连太阳和月亮都是围绕着它运转的。但更神秘的是它下面的世界。古印度文献中提到一个叫帕塔拉的地方，这是一个位于地下的多层世界。它并不像西方所说的地狱，不是惩罚之地，相反，它被描述为一个美丽而充满生命的世界。古印度人记载那里有森林、宫殿以及闪闪发光的宝石。居住在那里的生物包括蛇形的内迦，还有天神与阿修罗等存在。他们被认为在科技和精神力量方面都高度发达。有些传说认为他们智慧非凡，而另一些则说他们对人类具有敌意。后来
佛教的传承中也提到了这些地下世界，大家逐渐与隐藏的水下宫殿以及亚洲地下的秘密洞穴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当地的僧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他们的寺院之下存在着隧道、神殿，甚至地下城市。他们说，只有经过特殊修行的人才能进入这些地方。在西藏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香巴拉，很多人会把它和阿加森混为一谈，甚至认为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根据《十轮金刚序》的记载，香巴拉是一个充满和平、智慧与觉醒的地方，它无法通过普通方式到达，只有在精神上准备好的人才能找到通往那里的道路。但事情变得更加有意思的是，在一些神秘学体系中，香巴拉和阿加森被认为是成对存在的两个世界，一个代表神圣秩序，另一个代表原始力量。有人称他们为右手与左手，也有人认为香巴拉存在于更高的精神层面，而阿加森则更偏向物质世界。但无论是哪种说法，他们都被认为隐藏在地球内部或地表之下，并且都是古老知识的守护者。现在让我们跨越海洋与沙漠，来到北美高原。在亚利桑那州的霍皮族传说中，有这样一段古老记忆：地球的表面曾被毁灭过2次，一次是火，一次是冰。在这些灾难中，霍皮族人得到了来自天上存在的帮助，这些存在把他们带到了蚂蚁人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让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这些被称为阿努西诺姆的蚂蚁人教会了霍皮族如何储存食物，如何在黑暗中种植作物，以及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霍皮族人还说，今天蚂蚁之所以有那么细的腰，是因为当年他们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人类，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他们的语言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霍皮语中蚂蚁这个词是阿努，朋友这个词是纳基，把这2个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阿努纳基。这个词与古代苏美尔传说中的阿努纳奇惊人的相似。在一些版本的传说中，这些存在来自天空或者来自地球深处，他们曾经引导过早期人类，而这种观念有某种高度发达的非人类或半人类的存在生活在地下，并偶尔与人类接触，在不同文明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出现。这些神话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却有着非常明显的相似点，他们都提到一个地表之下的世界以及那些拥有先进知识的存在。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生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文明会讲出如此相似的故事？也许这些古代文化真的曾与某种没有消失，而是转入地下的文明发生过接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我们脚下或许真的存在足够的空间容纳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而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理论，地球中空说。最早关于地球可能不是实心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正在试图解释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地球的磁场。最早提出地球中空概念的人之一是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也就是那颗哈雷彗星的命名者。在1692年，哈雷提出地球可能由多个同心球层构成，就像一层一层嵌套的球体。他认为这些球曾以不同的速度旋转，而且他是认真提出这个设想的。他甚至推测这些层之间可能存在空气，甚至可能存在生命。他还认为来自地球深处或许会有光源存在。正因为这个想法，他花了很多年时间试图筹集资金，想要发起一次探险。但遗憾的是，他最终什么也没有找到。后来到了20世纪初，马歇尔·加德纳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设想。他声称地球其实是完全中空的，在地球内部还存在一个内太阳，一个悬浮在地球中心发光的小型球体。根据加德纳的说法，这个内太阳为地球内部提供了光和热，从而支撑起一个完整而繁茂的生态系统。他认为那里有植物，有动物，甚至可能有人类存在。而在那个世界里，一切规则都不一样。地球内部的引力并不像地表那样运作。有些理论认为，当你进入内层空间时，引力的方向会发生变化，不再是单一向下，而是把你拉向地球内壁。也就是说，向下这个概念本身开始变得模糊，方向不再固定，行动会变得更轻、更容易。还有人认为，在这个内部世界里，时间的流动也是不同的。根据一些传说，里面的1分钟可能相当于地表的1小时。在那里，时间不再按正常方式运转，时而拉长，时而压缩，
具体取决于你所在的位置，越接近内太阳，时间扭曲的感觉就越明显。在这种地球中空的设想中，地球的形状甚至被描述为类似一个环状结构，就像一个甜甜圈或旋转的环体。在这种结构下，能量会形成一个持续循环的流动，从一个极点进入，再从另一个极点流出。有人认为这种能量正是维持内太阳悬浮在中心的原因，同时也支撑着地球内部的生命。这种能量或许也能解释一些探险者在极地附近观察到的异常现象，比如指南针失灵、疯狂旋转，或者 GPS 和导航设备突然无法工作。但问题来了，入口在哪里？如果在我们脚下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内部世界，我们该如何进入？根据传说，通往阿加森的入口并不只有一个，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一个最常被提到的地点是喜马拉雅深处的冈仁波齐峰。冈仁波齐并不像珠穆朗玛峰那样高，但至今没有人真正登顶，不是因为它太难攀登，而是似乎总有某种力量在关键时刻阻止人们继续向上，让人无法走到最后。根据当地的说法，只有一个人曾经到达过顶峰，那就是一位佛教僧人米拉日巴，而且据说他并不是通过攀登上去的，而是通过某种精神方式抵达的。有一些理论声称，冈仁波齐根本不是一座普通的山，而是一座远古金字塔。在神秘学传统中，它被认为是通往阿加森的重要入口之一。最早将阿加森带入西方世界的圣伊夫达尔维德曾表示，这个入口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下，而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说是西藏的僧人指引了这条路径。后来一些探险者，比如费迪南德和奥辛多夫斯基，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他们说，西藏的僧人告诉他们，在群山之下存在着隧道，这些隧道通向一个庞大的地下世界，这个世界由一位神秘的世界之王统治。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加州北部的沙斯塔山也与另一段强烈的传说紧密相关。在这里，故事从西藏僧人的说法转向了利莫里亚文明的神话。这些人被认为是一个失落古大陆的幸存者。根据传说，他们在沙斯塔山下建立了一座地下城市，这座城市被称为特洛斯。随着时间推移，沙斯塔山逐渐成为灵修者和探险者的聚集地，人们不断提到那里出现奇怪的光、神秘的失踪事件，以及森林中出现的高大长袍身影。到了1987年，这里甚至成为一次全球灵性汇聚的地点，被认为与全球能量以及某种跨维通道有关。无论这些存在是利莫里亚的移民，还是与阿加森有关，很多人相信沙斯塔山下的隧道系统可以直接通往地球内部。接下来是埃及，在吉萨大金字塔之下，在古老的狮身人面像附近，据说存在一个入口，可以直接通往阿加森。近些年的一些发现显示，在这片高原之下出现了此前未知的空间，还有地下隧道，而这些发现正在不断挑战我们一直以来的认知。金字塔只是用来做墓葬的，这些金字塔与猎户座腰带的星体排列高度一致，它们的形状和尺寸都遵循着极其精确的数学比例，而它们的建造方式也远远超出了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这些建筑并不是由普通人类建造的，而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神秘的概念——记录大厅。这被认为是一个隐藏的空间，很多人相信它就位于狮身人面像之下。据说那里保存着远古洪水之前的失落知识。也许狮身人面像不仅仅是一座雕像，它并不是在守护某种宝藏，而是在守护一个更大的秘密，关于地球中空的真相。接下来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入口——拉什莫尔山。大多数人只把它当作一座国家纪念碑，上面雕刻着4位美国总统的头像，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雕像背后曾经发现过一个隐藏的入口。这个入口长期无人知晓，而既然有门，就意味着它通向某个地方，对吧？很多人认为它通向一个隐藏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记录大厅。这个空间原本是用来存放重要文件的，但它从未真正完工，直到今天，它依然被封闭着，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而一旦一个地方被封锁，被禁止进入，通常也意味着里面可能隐藏着什么。拉什莫尔山位于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而几个世纪以来，当地的原住民一直认为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他们相信这里蕴含着某种强大的能量。这扇门并不是通向一个存放旧文件的房间，而是直接通往阿加森。但在所有被认为与阿加森有关的地点中，还有一个更极端的地方，
那就是更遥远的南方。我们说的是南极洲。很多人认为，在那片冰层之下，隐藏着通往地球内部最重要的入口之一。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纳粹德国曾派出一支探险队前往这片冰封大陆。官方说法是，这只是一次科学考察任务，但很快，各种传言开始出现。根据这些说法，纳粹不仅仅是在研究地形，他们还在地下建造了一座基地，称为211基地，也被叫做新施瓦本兰。但很多人认为，那并不只是一个避难所，他们相信纳粹在那里发现了通往地球内部的通道。这座基地或许只是一个掩护，一个让他们能够在不被外界质疑的情况下长期停留并进行探索的理由。又或者它的存在根本不是为了躲避地表世界，而是为了连接地球之下的另一个世界。二战结束后不久，在1946年，美国发起了一次名为高跳行动的南极远征，由海军上将理查德·伯德率领。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南极军事行动之一，动用了舰船、飞机、数千名士兵，同时也伴随着高度的保密。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在极端寒冷环境中测试设备，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但这次任务却提前结束，远比原计划时间要短。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神秘。根据一份后来被归属于伯德的秘密日记，他在行动中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在日记中，他描述自己飞越南极点之后，进入了一片温暖而充满生机的土地，那里绿意盎然，还有奇异的动物，以及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他还写道，自己遇到了一些存在，这些存在对地表世界的状况表达了担忧。伯德将那个地方称为极地之外的世界。如果这本日记是真的，那么伯德并不是偶然发现了一块新的大陆，他很可能已经跨过了一道界限，进入了阿加森本身。而且不仅如此，南极至今仍被严格限制进入，有大量无法解释的磁异常现象，还有各种国际条约对民间进入进行严格限制。这些措施真的只是为了环境保护吗？也许是，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们还有另一个目的，隐藏地表之下的秘密。亚马逊雨林则被认为是通往阿加森的另一个入口。当地的原住民部落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在丛林深处存在着被自然与时间掩盖的通道，那里有发光的洞穴，被藤蔓吞噬的失落城市，还有一些守护者，只有当外人靠得太近时才会出现。在亚马逊的许多地区，人们会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失踪，而那些侥幸回来的人常常会提到黑暗中出现的奇怪光点，还有莫名的声音。在这些地方，电子设备会失灵，仿佛整片丛林本身都在呼吸。在这片充满生命的绿色迷宫之中，据说隐藏着通往地下世界的古老入口，那是某个远古文明遗留下来的通道，他们很久以前进入地下，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也并非巧合，因为最早关于类似阿加森世界的记载之一就来自南美洲。即便没有文字记录，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跨越了数个世纪，一直在描述一个地下王国，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找到入口。而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入口之外，还有更多类似的地点，从意大利的神秘山脉到所罗门王矿山的失落通道。但即便你知道入口在哪里，也并不意味着你能进入，因为要进入阿加森并不是靠走进去或者挖进去。阿加森不仅被地理位置和地形所保护，更被一种频率所隔离。一些现代观点认为，阿加森存在于与我们不同的频率层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隐藏的电台，它一直都在播放，但只有当你调到正确频率时才能听见。也就是说，这些入口并不会因为你站在某个位置就自动开启，它们的开启取决于你的状态。只有当一个人在精神、情绪甚至身体层面都处于某种特定状态时，这些通道才会显现。这种设定在很多故事中都出现过，有的探险者在迷路时突然进入发光的空间，有的僧人则说通道只会向纯净之人开启。据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么即使入口就在眼前，他也根本看不见。但即便如此，这些入口也并非无人看守。在南极有被称为强制守卫者的存在，在西藏这些通道由训练有素的僧人守护，在埃及守护者则是狮身人面像。在南美，萨满会警告人们，有些神圣的路径并不是通往黄金，而是通往沉默。还有一些沉默的观察者，他们可能来自秘密组织、隐秘团体，甚至权力体系的内部。这些人知道的比他们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有人甚至认为
一些政府其实早就掌握了阿加森的存在，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但问题是，为什么要隐藏？答案也许比你想象的更简单。根据这些说法，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到达那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我们缺乏冷静，缺乏专注，也缺乏谦卑。阿加森并不是一个为追求权力的人准备的地方，它建立在平衡与和平之上。而一旦有人带着贪婪、傲慢或破坏的欲望进入，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证明，当人类发现某种强大力量时，往往会试图占有它，并将其用于自身的利益。那么，如果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向这个充满混乱的地表世界敞开大门，会发生什么？也许这正是它一直被隐藏的原因，不是永远隐藏，而是等到我们真正改变的那一天。